大家好，刚从新疆旅游跟团玩回来，打铁趁热，赶快来开箱这次的旅行战利品。在新疆跟团有几个购买方式，一个是跟导游团购，第二个就是经过休息站的时候都会卖一些小东西，休息站可以买。第三个是自由时间的商家的 shopping。然后第四个就是倒数第二天，我们有一个重要的行程在国际大巴扎。国际大巴扎基本上就是什么都买得到，可是它可能比较贵哦。新疆盛产非常多水果，像是哈密瓜、西瓜、葡萄，但是新鲜的水果没办法带回来，可是果干可以啊。所以最有名的产品就是各种葡萄干，葡萄干有千百种，认识各种名字都有。像这个葡萄干是独立包装，导游团购卖的。他说这是玫瑰香葡萄干，我来吃吃看。玫瑰香葡萄干，吃吃看它有没有玫瑰香味道。它超甜的，我不太确定这是不是玫瑰香的味道。但它超甜超浓郁，如果它用成葡萄酒，它一定超浓郁。我准备了一杯水，我吃完一颗可以喝水。它这个是独立包装卖，然后它的团购价是200元哦，以下的那个币值都是人民币，你就再乘以大概5就好了。然后200元会有4大包，有另外一种。这个是绿香妃葡萄干，只要是有香妃的名字，它就代表着它有玫瑰花香的味道。那我们来吃吃看，这个有没有玫瑰花香的味道？好像分不出来耶。然后这个也是独立包装卖，然后它应该是一包大概200多克，对，它是200元有4包。因为我们不是很想要买独立包装，独立包装就是适合送人啦，但是我就是没有要送人，我要自己吃，就是买这种就好了。这是在某个休息站买的，大部分休息站它就是挖一大瓢给你们，然后会告诉你1公斤多少钱，或者是1斤，1斤就是500公克，你要问清楚是1斤还是1公斤。这个是绿香妃，它的价钱就是大概30元，还蛮重的啦。它这些都是可以直接拆来吃，闻起来非常果干哦。有，这个有绿香妃，这个有蛮浓的玫瑰花香，但是有可能我前一个导游的这个可能不是绿香妃，但这个绿香妃玫瑰花香超级浓。好，这只是第一种香妃而已哦。这碗要喝水。这个葡萄干有超级多的，这一款是跟刚那个同一家买的，可是我们忘记它叫什么了。但就也来吃吃看。这一款它的颜色比较浅一点，比较没那么甜厚，但是它的后劲是甜的。再喝水。接下来呢，我有一个这个叫做黑美人，你看它的这里面居然还有梗子哎，它的黑美人就是比较长，然后它是黑的，所以它叫黑美人嘛。我把这个杆子剥掉，好像没有任何一种是不甜的。它这个后面有一点小酸，香妃比较没有水果的感觉，这个比较水果的感觉。然后跟黑美人相似的还有另外一款，它叫做蓝宝石。这个蓝宝石呢，哇，它这个很多店家有相对应的名称的袋子，这个就是叫蓝宝石，上面就写说蓝宝石又称美人籽，个大饱满，口感香甜。它跟那个黑美人
应该是类似的种吧。哦，那也是很长的，好像更瘦长哦，所以它叫美人指，因为就跟指头很像。吃起来真的跟黑美人蛮像的哦，但我觉得蓝宝石可能更酸一点。这个是在河堤夜市旁边那一家店买了超多东西，蓝宝石64块，黑美人70块，差不多价钱。葡萄干就这样。接下来在这个同一家呢，除了葡萄干以外呢，还买了一个有趣的东西，叫做桑葚。我也是搞不太清楚为什么会在新疆买桑葚。桑葚，它长得也超像葡萄干的耶。哎，那桑葚长这样吗？对，等一下，这是葡萄干啊，那不是桑葚啊，还是这是桑葚？这没有葡萄干的味道，所以它是桑葚吗？桑葚吃起来是这样，我好困惑。好吧，这个就这样。听说是桑葚，可是它写葡萄干，但它没有刚刚的葡萄干好吃，它没什么甜味，它有点苦苦的，就姑且当它是桑葚好了。我刚刚就是很蠢的问了年轻大人，刚不是说这个葡萄干到底是桑葚吗？其实仔细看它里面，然后就重新闻了一次，它是桑葚没有错，但可能我太久没有生吃桑葚，所以我就搞不太清楚。但没错，这是桑葚，就是可以吃的桑葚，还不难吃，但就是不甜啦。相信它泡水可能会比较好吃哦。忘记多少钱了，这个是服务区买的。接下来就是坚果类，这个是紫皮核桃，这个是手剥烤核桃，这个70元买了2包。手剥烤核桃就是你可以，其实它烤过，然后你可以直接给它剥出来。它叫紫皮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它应该要很好压碎，但是我这一颗压不了，它要很好压碎。像这样，这个是导游团购的时候买的。其实我开了，我很不会开这种东西。哎，讲，里面很漂亮哦，里面很漂亮。导游还跟我们介绍说，分心木有功能。那中间的这一块叫做分心木，然后这个分心木就是可以泡茶喝，功能就是固肾，然后还有安神，帮助你不要失眠。一颗还蛮厚的，导游团购也有卖。100元3罐，1罐168克。我这个，在外面买可能比较便宜，但就是不一定，看个人。好，然后这个坚果呢，下一个叫做巴旦木，一直放在旁边的巴旦木。巴旦木呢，叫做西域的扁桃木，就其实有点像杏仁。说这个好剥，其实算是好剥啦，只是你可能没办法一次剥到位。超级像杏仁，吃起来也像杏仁。好吃，喜欢，就是这个我们是买熟的，就是可以直接吃的，然后它也有卖不熟的，然后这样一包，已经吃掉一点了，这样一包大概是45元。接下来介绍2种，也是跟导游买的，其中一个叫爱妃藻，这个的是因为跟导游买的我还没有要吃，所以就先不开。反正就是藻类嘛，就是新疆也是盛产藻类，各种藻。爱妃藻就是100元3罐，
还有一个大杏干，就是也是杏子也是新疆盛产的。这个大杏干150元有3罐。我们找到怎么分辨那个好坏呢？就是你要捏它，它有那个弹性，有弹性就表示是好的。他卖了这个和田的枣子100元，然后都是独立包装，然后这个特大的，就是有一种我不太确定是不是这一颗，因为导游给我们试吃，没有讲产品名称，就一直给我们吃。那颗呢，就是比较特大颗的，他们叫做红枣的爷爷，爷爷就是枣王，就是它特别大颗。苹果干这个东西其实比较没有那么多人买，但是新疆的一个区域叫阿克苏，阿克苏也是产苹果的，只是我们6月份去不是产苹果的季节，吃到很多苹果其实都不是当季的苹果，但也是很甜很好吃。果干就没差了，就来吃一下，看会不会超甜。但是它的果干，哇，这个真的很甜欸，这跟台湾的苹果干长得更真实一点啦。是苹果，好吃，但可能要配水吃。在看这些伴手礼的时候，有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，就是因为新疆很干燥，他们没有任何一个包装里面有放干燥剂，但是在台湾就是所有的都会放干燥剂。总之就是这个没有，但就是很真实的苹果，你看它是旁边都有红红的，就是它整颗下去，然后是真实的果干，好吃。刚刚介绍了苹果干，还有一个是无花果，就是很多地方都有无花果来吃吃看新疆的无花果怎么样？看起来比较小颗，然后颜色也比较浅一点，就是无花果，我觉得普通。来看一下它多少钱，忘记了。但主要是就是家人很爱吃无花果，所以买了无花果。其实无花果在新疆还好。前面介绍了不同的果干，还有坚果，是会综合起来的产品。然后这几个都是有包装的，跟导游团购的。首先这个杏荚核桃仁，它就是长得像牙齿。有没有像嘴巴牙齿这个外面是杏荚，然后里面是核桃，然后导游有给我们试吃包。这个杏荚核桃呢，看一下多少钱了，150元占2包，这一包328克。来吃吃看这个，刚前面有讲说买了大杏干，这个就是那个大杏干里面的杏荚核桃仁，这样子。核桃在里面，起来那个杏子的味道非常重。是好吃的，但就是2个味道都同时存在。蛮综合的，不怪，好吃。我晚点再把这个吃完，因为后面还有东西要吃。然后先喝一口水。接下来另外一个是我超级喜欢的产品，是200元3包，然后1包368克，也是这个导游卖的，都是这个雪山姑娘的品牌，都是封好的，所以其实导游团购的商品比较适合送人。它这个独立的有真空包装，会比较难撕。还好。好，这个叫玫瑰枣夹核桃仁，所以呢，它是怎样？
它是有大枣、核桃仁，还有玫瑰花瓣在这里。这个是真的玫瑰花瓣。除了玫瑰花瓣下面，这还有一个黑黑的东西。哦，不止一个，它里面有黑黑的、绿绿的，还有红红的。红红的应该是枸杞。我来看，它有大枣、玫瑰花、核桃仁、红枸杞、桑葚干、绿葡萄干。这个上面写的超级好吃，我这个真的很喜欢。刚刚吃了超多东西，现在想要舒缓一下，真的是嘴巴里超多味道。新疆的金河县叫做中国的枸杞之乡，然后他们卖了一些很神奇的枸杞，其中一个很神奇的枸杞叫黑枸杞。然后你看它这个图就是有一个那个茶水，有水的照片，就是把这个枸杞加到水里面，水会成为很魔幻的颜色哦，真的很魔幻。我来看一下，旁边刚好有一瓶一小盆水，因为就是一小盆而已，我就丢一粒就好，在这丢一粒进来，然后我放旁边，待会你看它的魔幻力量。这样一袋黑枸杞80元，然后我们是在那个金河县的服务区买的，毕竟那里是枸杞之乡嘛。然后那里还卖了就是很神奇的新鲜枸杞，长得超像小番茄，我就是再放照片这里给大家看。新鲜枸杞就是一小盒这样，一小盒15块。然后2盒25块，所以我们就买了2盒，大概3-4个小时吃完了。因为从2个小时后开始，它就会陆续，因为洗了吃，它就陆续开始有点小烂掉，真的是很不耐烦。看刚刚的那个紫色神秘水，而且很快哦，快就到，就变这样，这个很健康。我好像不小心放太多，服务区也有卖这个正常的金河枸杞，这一包虽然你看它没有很大，但它超贵的，它100元，然后它1公斤会卖280元，也是说可以生吃的啦。你要吃吗？吧，我就给你吃一颗，看起来跟一般的枸杞没什么差，都是枸杞。健康的东西，我感觉非常健康。没有不好吃啊，只是我个人没有那么爱健康的东西。接下来就是继续的坚果类的产品。接下来的这个东西呢，就是路边摊很多地方都有卖，算是他们的这个传统食物点心之一。叫做坚果切糕，那这个坚果切糕也是坚果的综合产品。我们买这一个其实蛮重的，这一盒就是3盒100块。之前团里有人买，就是稍微大一点圆形的，一个35，所以它不是便宜的东西，都有真空包装。这个是因为刚刚已经拆了，所以呢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剖面好了，就是你看起来会觉得它超甜的吧，但它的剖面就是全都是坚果，听说吃起来没那么甜，就是切好了哎呦，哇，它这个就是剖面都是坚果，然后它上面就看它有什么，像这个我又有枸杞、葡萄干、核桃，觉得它比起甜，它比较咸。然后这个东西吃下去是会饱的，然后会
会粘手，所以我待会要去洗手。刚吃完坚果切糕的一片，哇！我待会还有一些东西需要吃，帮我的这个神秘魔法水加了一些水啦。它就是喝起来没有味道。那个切糕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小小粘牙，如果吃很多的话，应该会需要剔牙齿。但我就吃一口还好。那个是路边摊常常会有，但你可能会觉得路边的餐车不够卫生啊。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是新疆大街小巷也有，我觉得那可能是他们的烧饼，虽然我们的烧饼好像没有大街小巷都有。这个叫做馕饼这个很抱歉已经吃过，已经放很多天了。它这个像是一半的大，这个馕饼是各种 size 都有这种大概这么大，这种 size 是最普遍的，各种口味都有。这个是里面加了那个玫瑰花酱的味道，我个人也买了一些回来，真的是很喜欢。我们到乌鲁木齐的隔天，导游就发给我们每人一块馕饼，然后他跟我们说这个馕饼不太会坏，如果在新疆的话可以放1个月，而且就是室温放1个月。但如果是在台湾的话，导游说你们一定要放冷冻库，不然会马上坏。冷冻库之后你就是拿出来微波。然后后来最后我们在国际大巴扎有去买，它就是国际大巴扎有一个馕饼专卖店，就是会单片这样卖，1片5块，它也有包装的就是3片15，机场也有卖，所以你错过的话在机场也可以买。机场的话就是3片18块的包装。除了玫瑰酱以外，就是馕饼甜的、咸的、辣的，然后内馅不一样的，或者是在上面放洋葱碎片，就有点葱饼的感觉，或者是在馕饼里面加核桃，那核桃可能会出油耗，所以就是导游建议我们买玫瑰。第一次吃的时候，我们还不知道这是玫瑰花的味道，就是觉得好香甜甜的，到底是什么酱？也不是蜂蜜就是后来才得知是玫瑰花酱的味道。大部分的玫瑰花酱都是用差不多的玫瑰花酱，然后这是维吾尔族的口味，其他不同口味是不同的部落的口味。其实馕饼我觉得很不错，但是就是买可能真的要最后再买。然后在台湾能撑多久我真的不确定，我可能明后天就把这个吃掉了。下一个也是很多地方都有卖的，然后很多店都有，就是酸奶是他们超级有名的。然后呢，这个我感觉台湾已经缩水了，我感觉它缩水了啦。它这个就是我在河堤夜市旁边的店家买，但是超级多店都有。它就是差不多价钱，我忘记1公斤多少了。总之就是你可以组合包装，我就组合了一个这样一包，也是蛮重的，这样一包35元。我买了几个东西啦，是奶皮子酸奶我个人其实不是很爱这种酸奶类的东西，这种就是分人吃，很不错啦。闻起来就酸，但是有些人就很爱。它这个酸奶我买的是无蔗糖、无加糖的，优酪乳化成有点牛轧糖的感觉，但还好这个不难吃，我可以接受。我这个不爱酸奶的人可以接受。然后它这个是原味，这个要咬超久的。它有些就是这个奶皮子酸奶会有这些其他的添加物，譬如说它加玫瑰花瓣之类的，就是有不同种的口味。那有些口味
蛮多人喜欢的，就是看个人口味。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手工奶疙瘩，我现在不想吃，因为我好饱了。我现在现场没有吃羊的，但是我吃骆驼的，真心骚，真心不爱。但有人爱啦，有人觉得这个奶疙瘩很好吃，但是它跟这个奶皮其实蛮像的。我待会再看看我愿不愿意吃好。接下来这个新疆烤奶皮，这个好吃，这个就是小朋友的爱啦。我是小朋友，有种鲜贝的感觉。没有，鲜贝是咸的，这是甜的，但是有奶盖片的感觉。他们同时也有卖就是小的奶盖片，但是我觉得奶皮质就是拿来当零嘴吃，看球赛、看电影、追剧的时候蛮适合吃的东西。刚讲到这个奶疙瘩，我目前不是很想吃。还有一个大魔王，是我目前更不想吃的，我真的不会开，主要是它的包装，我开了以后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它。这个东西是在某一个服务休息区，其实那里就是一间很阳春的厕所，然后跟一个摊贩，还没有屋檐的摊贩，跟他买的。然后这个东西叫做酸奶酪，那个卖的人。我们就问说卖的人说多少钱，他就说这样一包25块，然后他就一直强调说汉人不会吃的，但我们还是买了，就是如果之后有吃，再拍给大家看反应。但是我目前不敢尝试，听说它超级酸。还有汉人不爱的是那个游牧民族吃的酸奶酪。再介绍几个今天也不会喝的东西。少半缸了，本来是满的啦。这个东西叫黑蜂蜜，黑蜂蜜很厉害哦。新疆黑蜂蜜是新疆黑蜂在高山上的黑蜂，然后那些蜂蜜吃的是中药的药草。这个活性酶含量高，具有极佳的润咳止肺、调理肠胃以及美容养颜的功效。它可能比较偏有一点小苦味，就是有中药的小苦味，但是好喝，真的好喝。那另外一个个人超强烈推荐，去新疆玩的人一定现场要喝，不一定是这一瓶啦，这一瓶叫做沙棘果汁，这个是250ml，我们买这个大概8到12元之间，这一瓶可能9块，每一家卖的不一样啊，售价不一样，看那家店要抽多少钱。就是惠华沙棘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品牌，但是我个人比较喜欢惠华的品牌。这个惠华沙棘果汁，它有沙棘原汁、原浆，或是沙棘果汁。沙棘果汁就是这样一罐的沙棘的含量是5%，如果是原汁，它号称含量100%啦。同样的大小，这样子一罐要30块，如果是惠华的，就是正常的价格。机场也有卖，原汁30元，然后果汁就是12元。原汁就是100%含量。然后沙棘是一个富含维他命 C 的算植物吧，沙棘的全世界的产量有80%还是90%在新疆，尤其是阿勒泰地区，所以去北疆玩的时候一定会遇到沙棘汁，而且你可能好多天都会遇到。你一遇到你就可以买来喝。先买了果汁，然后喝了果汁以后，一开始觉得这颜色也太可怕了吧。喝了以后，因为它这个加了超多糖，我是看不出来它加了多少糖哦。它有白砂糖，他说它的原汁含量有大于等于50。好，它有白砂糖、浓缩苹果汁，反正它就是添加了一些糖。
虽然它添加苹果汁，但它有芒果汁的感觉，所以你就把它当芒果汁喝下去就好。但果汁也是有维他命 C 的，没错。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沙棘原汁，原汁是这样，惠华的这个品牌偏酸，然后另外一个品牌呢偏咸。因为我们就是买了惠华的，然后比较小罐，然后后来在某一间河堤夜市的某一间店就看到1公升的，我们就买了2罐哦。我跟我妈就买了2罐，本来想说1罐带回台湾，结果后来就觉得哦，真的不是很好喝耶。然后又每天晚上回家都回饭店都1杯，所以我就是旅途中都没有感冒。我觉得富含维他命 C 是有关系的。我们就喝了哦。就喝了3天还4天，就把一公升干完了。通常这个 AI 推荐告诉你1天维他命 C 只需要30cc， 但是我1天可能喝150cc， 这多喝维他命 C 不会怎样啦。总之后来有一天呢，我们就买了蜂蜜，以后就这个网络上说你就是不只是兑水，你就兑蜂蜜也可以啊。然后兑了蜂蜜之后，哇，惊为天人，好喝。然后有些团友他们就是只喝了原汁兑水，就觉得不好喝耶，尤其就是会觉得太酸。然后另外一家是偏咸，他就觉得不好喝耶。最后一天我还剩cc， 我就一直问别人说有没有人要喝这个加了蜂蜜哦，这个加了水哦，好喝哦，拜托大家喝一下，因为就不想浪费。但是就是大力推荐给大家沙棘汁。我这一罐就是好好保存，虽然它是果汁不是原汁，但是沙棘汁真的是不便宜。我们另外一个我们买1公升花了48块吧，就是不便宜。可是就是想说，只有在新疆能容易取得，而且比起其他地区，真的是还是算便宜啦。就是推荐给大家去新疆一定要喝的饮品就是沙棘汁。当然我们也是买了一些饮品啊，像这个野生胎菊，这个也是泡茶喝的。玫瑰花就是刚刚很多产品里面有玫瑰花，就是这个和田沙漠里面也是产玫瑰花的。这个120元2罐。有一个很贵的东西，这个叫做贝母，听说就是在台湾更超级贵。这个贝母它这个是导游买的，它就是罐装成没有完整的一罐。买到以后就是在磨成粉，它是珍贵的中药药材。我们跟导游买，这样1罐60克，然后150元有2罐。我们在某一个休息区，就是遇到卖中药材，他卖1公克6块钱。超贵，所以就是有人说，就是很多地方卖中药材，可是除非你很懂行情，不然真的不要随便买，因为你就是怎么被坑你都不知道。6块钱1公克耶，我跟导游买这样，虽然可能有等级差别可是这到1公克不到1块钱。总之就是提醒大家不要受骗。接下来是几个也是蛮有趣的东西，在台湾应该是买不到，除非进口。那第一个就是羊肚菌，野生羊肚菌，其实在新疆蛮多地方有卖的。羊肚菌它有这种各种 size， 然后我们买的这一个是1公斤1000块，然后这样是100块。接下来的2只都是100块，这个这样也是100块，但是这个的1公斤卖360元。这个是在巴音布鲁克附近的休息区买的，这个东西叫做干菇啦，它就是细长条的，然后吃起来很脆，就是有一天的汤里面有加。口感非常好，很喜欢。再接下来另外一种菇，这个菇有够神奇的，它长得超小超可爱。这个名字叫做钉子菇，
因为它长得很像钉子。这2个菇都是生长在巴音布鲁克附近的，然后钉子菇260元1公斤。我终于快要到尾声了，这些东西都吃了，好吧，我再来吃这个手工疙瘩好了。过了这么久，可以吃了。先喝口我的神奇水，然后吃完这个以后，我就要拆我的旁边的这个东西。先来说一下评价，我觉得这个手工奶疙瘩呢，跟我刚吃的奶皮质酸奶，我根本就是被骗了，它根本就是一样的东西。好，谢谢。所以这个手工奶疙瘩不至于很可怕啦。但如果是骆驼味的，真的是比较骚，建议你还是先试吃再买。这个小点心、小糖果，这个他们都会给你试吃，他们都很乐意让你试吃。但你吃太多，可能还是要买啦。好，我刚刚在拆了老半天的这个东西呢，叫做馕坑。它馕坑这里当然是包起来的，但是这个就是一个磁铁，这边是磁铁。然后给你剖面出来给你看，然后就是有那个木材，对，它这个馕坑是有这个机关的，我就是把里面的这个馕饼拿出来，然后呢下面有一个东西，也就是它已经亮了，你把这个馕饼放在下面，它就会有不同的闪烁功能。刚刚是持续闪烁，现在是这个缓慢亮起。再一下就关掉，然后很亮，持续闪烁，缓慢亮起，所以它有3种模式。然后这个坏处就是听说它是电池的，所以就是圆形电池，它里面长这样，不同种的馕，然后这是馕坑，他们就是师傅在上面用一用啊，用成圆形。然后就把它丢进去馕坑里，然后就这样贴着馕坑里，很酷啊！当然现在很少用这生活的啦。这个是我们在国际大巴扎的一个叫新华书店买的，它里面卖很多文创商品，但这个磁铁不便宜，这个磁铁有59块钱。大部分的这种很没创意的磁铁就是10块钱上下，然后有些比较没良心的商家可能会卖到25块钱，一点功能都没有的25块钱磁铁。除了这个呢，我还掏了另外一直放在这里的羊屁股。新疆的羊很有名，这个羊屁股呢，当然也是有功能的啦。我们就是从后面，这个厉害的是它 Type-C 充电了，它还有给充电器，然后它这里有一个开关。我按了吗？按了，它就亮起来。然后呢，你就用力打它，它就，然后你再打它，它就亮了。记得我一开始就这样子轻轻戳，它不理我。你要打屁股要用力，就是打屁股的羊屁股。新疆的就是羊很有名嘛，所以它就有羊屁股的磁铁。这是买的2个有趣的磁铁跟大家分享。这个我买完以后很开心，然后还跟导游就跟团里的大家说，然后导游就很好奇这在哪里买的？他就一直问我，因为他也没看过。然后他说他之后也要去找，希望他有去找啦。但这不便宜，这个59块，这个49块。在国际大巴扎也挖了一个宝，这个算宝吗？其实不太确定，因为不了解，所以分不出来。这个40块，这个店家老板一直说爱德莱斯布，后来查了，就是爱德莱斯绸是采用西域独特的扎染工艺，别染色后再上机手织，图案多源于生活。然后现代呢，就会大量使用那些爱德莱斯绸的图案出来的产品。这个呢，这个老板娘本来出价65块，就是蛮轻的啦，但里面没东西。本来出价65块，然后就随口一说，但是是真的。随口一说，可是刚刚旁边有另外一个老板娘出价40然后那个老板娘说好啦，
偷偷算你40啊，所以最后我们就从65块变成40块买了这个包包。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跟新疆没什么关系的，就是这个开菩提果。中国的景区都会在景区上面卖这个菩提果，那就是盲盒一个红红的，就是一个红红的菩提果，然后你就选一个，然后他就会现场帮你摸，然后就会开出来这样有红红黑黑的纹路，然后这是我现场盲盒开出来的。最后就是我的朋友一直在这里等很久。那这个是这个羊毛毡产品，他说可以放卫生纸，但是他刚刚被我放了很多零食。是新疆羊毛很多，就是有很多羊毛毡的作品，真的超级多的，举帆、小吊饰、小皮夹，甚至羊毛毡肥皂，然后还有门帘、有帽子、背包。我本来很想买帽子跟背包，但是觉得台湾真的太热了，这个帽子我戴着很热吧，但是超可爱。然后背包就是怕脏啦，但总之就是买了这一支，他说是可以放卫生纸的，那就是放小东西咯。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开箱以及试吃新疆战利品，谢谢，拜拜。